給你们看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事情。我剛剛在找鴨子的時候，發現這個窩裡面下了一顆迷你小鴨蛋，特別小，只有正常科爾鴨蛋的1/3大，和鴿子蛋差不多。放在一起對比一下，是不是特別小？這個其實也挺常見的，比如說第一次下蛋，因為生殖系統還不怎麼成熟，下的蛋就比較小，俗稱開窩蛋。不過我家的鴨子都沒有特別小的。還有就是營養不足也會下這種蛋，不過我家鴨子都是散養的，營養應該還夠。總之造成這種下迷你蛋的原因挺多的，反正也很正常。昨天別人在田裡面打藥之前，別人告訴我讓我把鴨子關幾天，因為我家鴨子老喜歡去田裡面的水溝玩，全部關到豬圈裡面去的，因為裡面還有鴿子孵蛋，所以說可熱鬧了。有一隻鴿子一直站在門口，不讓他們進去。關了1天之後，我發現有一隻鴨子失蹤了，順便來撿個鴨蛋。你們看，關2天下多少蛋？然後這裡面不知道有沒有蛋，旁邊有一隻鴿子正在孵蛋。今天我們把這些蛋全部撿到孵化器孵化一下，雖然說受精率很低，但是你們別說，3月23號我放進去的一批蛋，還有一顆受精的，就這一顆塊頭比較大的蛋，我都懷疑這是不是科爾鴨的蛋。我看還有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受精蛋。孵化到第4天、第5天的時候，用手電筒的燈光一照，有血絲的就是受精蛋，就像這種；沒有受精的就是這樣的，像個燈泡一樣，什麼都看不到。對比一下，這一顆受精蛋比其他的科爾鴨蛋大了1/3，真不知道孵化出來是個啥玩意兒。然後不是還有一隻科爾鴨不見了嗎？我說出來找一下，結果在前面的竹林裡面發現了我放生的小野雞，母的也在這裡，說不定以後會在這一片竹林裡面下蛋。上一次有兄弟說，有沒有可能這就是野生的，根本就不是我放生的？你們等着啊，我回家去整一把玉米。我現在這把玉米往這裡一放，他們就過來了。不好使啊，玉米撒在這裡，他們看都不看一眼。但是我確定這就是我放生的。這小白眼狼，再見，我去找鴨子。最後還是在這個地方找到它了，我真是服了這幫鴨子，一天到晚到處找地方藏蛋。剛又在別的地方撿到了一顆，放到孵化器繼續孵化。就這個下蛋速度，我感覺我的孵化器都要放不下的。不過因為受精率低，再過4、5天，可能裡面1顆蛋都沒有了，很正常的。所以說目前也不要問我要蛋，要回去幹啥呀？煮着吃嗎？兄弟，要不換一個吧？你的女朋友已經沒了。這鴿子還挺執着的，自從我把他的女朋友換給另外一隻鴿子之後，他就待這裡不走了。還好他不會說話，不然的話就不是咬我這麼簡單，可能還要罵我了。前幾天我不是給我家的一隻母鴿子換了一隻公的嗎？現在都關着在，準備等個10天8天之後把它們放出來，看一下會不會跑掉。之前和它配對不會孵蛋的那一隻公鴿子，這不就沒對象了，所以我決定把它也關起來，不然的話會干擾我剛配對的鴿子。最大的問題就是母鴿子就這麼2個，所以說嘍，你就倒霉了，你自己拐回來的女朋友已經被我送給別人了。這也導致這個家伙現在脾氣異常的暴躁，不是咬我就是咬其他的鴿子，畢竟女朋友是他自己拐回來的，現在我送給了別的鴿子，他能不生氣嗎？是吧？哎呀，這個家伙過分了啊！不僅咬我，還拿翅膀打我，這小伙子。別逗鴿子，能幫我充個話費嗎？肯定可以呀！現在我們村好多人都喜歡找我幫忙充話費。還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領了話費券，那邊充值快，秒到賬。現在點商城進充值中心或點評論區，就有機會領1到4元話費券。月底該充話費的，快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完了！自從我把他的女朋友分給另外一隻鴿子之後，他現在一直追着咬我，剛剛還從空中飛下來啄我的腦袋，這脾氣也太暴躁了吧！不過我就喜歡這種暴躁的小鳥。而且我剛剛就回家喝了個茶的功夫，他到處叼材料，又跑到倉庫裡面來了。現在你都是單身的，你找材料有啥用啊？來，過來，我帶你去找女朋友。哎呀，就是不相信我，以前一伸手就飛上來了。
關鍵是我剛剛在倉庫的地上還撿2個鴿子蛋，而且全都破了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下的，挺可惜的。等一会兒煮了餵狗子吃。然後你也別咬我了啊！這幾天你就在外面出去轉轉，看能不能拐回來一隻。主要也是沒有籠子關了。等過幾天那一隻公的給朋友送過去之後，還是讓這個家伙和他自己拐回來那隻母鴿子待在一起。畢竟是他自己憑實力拐回來的，看能不能再去拐一個。不然的話，只要他看到我就不停地咬我。我倒是不怕咬，主要是动不动飛到我頭上啄我的頭髮，這誰招架得住啊，是吧？哎呀，這家伙脾氣太暴躁了。前段時間我不是說要給我家這一只母鴿子換一只公的嗎？因為它總是下蛋，下的特別多，但是沒有孵化出小鴿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這個家族繁殖出來的後代顏色基因特別穩定，所以我想換一下其他的品種或者其他的顏色。結果這個事兒我說出來之後，有幾十個兄弟要給我送鴿子，我真的特別感謝你們。後來我就選擇了有一個兄弟家養的淑女鴿，是一只公的，但是要給我送過來之前，他出差了，要1個月之後才能回来，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鴿子。在這期間，這個家族的鴿子也沒閒着，又開始搞孵化了。10多天之前下2枚蛋。我今天來看一下啥情況，我估計是孵化不出來。你們這是狗變了吧？動不動就咬人，脾氣異常的暴躁啊！還好我脾氣比較厚，我是不怕的。搞得還挺認真的，結果一隻都孵化不出來，有啥用哦？而且每一次都選擇在老鼠堆裡面做窩，真是服了他們了。這個公鴿子的智商有點低呀，我把蛋拿走了，然後它還在那裡孵化，我放在它前面。他都不知道把蛋給拿進去。你們應該記得我以前把鴨蛋給拿走了，鴨子是什麼反應吧？放到旁邊，它馬上就用嘴巴給勾進去的。這鴿子都不知道把蛋給帶回去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來。我現在終於能理解了，就這種孵蛋模式能孵化出小鴿子嗎？我準備看一下蛋有沒有受精，我預計和以前的情況一樣。我剛用手電筒照了一下，裡面啥情況都沒有，廢了。我剛剛把公鴿子給趕走了，然後它又回來了，結果它還是這個樣子。難怪孵化不出來了，理解。蛋已經被我拿出來了，反正也沒啥用了，帶給母鴿子看一下，然後就丟掉。哎，這哪一只是母鴿子啊？這個基因強大到長得都一模一樣，我都分不清了。這一只就是母鴿子，我測試出來的。它以前特別喜歡追我，跟個偵探一樣，我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。現在對我有點距離感，等到那個兄弟回來了，我就給你換個鳥爸。現在的鳥爸太不靠譜了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小鴿子。而且我也想換一下其他的顏色，每一只都長得一樣，吃的我都擔心影響智商。剛還挺怕我的，這一會兒又開始咬我了。最多10天8天的就給你換一個。到時候孵化出來的小鴿子就是其他的顏色和品種啦，我們一起期待。自從前幾天我發現我放生那只小八哥失蹤以後，每次在戶外看到八哥群，我都要過來看一下，但是一無所獲啊。這一群也過去看一下，不抱太大的希望啊，全部都飛走了。然後這個家伙不知道從哪裡飛過來的，可能剛剛也是和他們在一起。這是另外一只失蹤的那一只鳳冠，沒有這一只大。結果狗子又過來了，把這只小八哥也嚇跑了，飛到別人家菜地去了。剛那幾只野生的，我看到他們又去我们家門前偷吃柿子去了，把這個家伙也帶過去，必須跟上他們的隊伍。回來之後發現田裡面有2只，柿子樹旁邊還站了3只。他們這一個10只的小隊伍，現在加上我們家這一只，就剩6只了，還有4只失蹤了。我說他們怎麼都在旁邊看着呢？原來有2只惡霸在這裡。這2個家伙在這裡，其他的任何小鳥都不敢靠近，因為他們找不到食物的時候，其他的小鳥都是他們的食物。別說這個顏值真好看，走，我過去摘幾個柿子給八哥吃。哎呀，這個柿子的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少啊。這都還沒成熟嘞，都被他們給吃光了。我就隨便摘一個吧，隨便摘了一個不怎麼好看的，就放這裡給小八哥吃。
你這跟着野八哥混，3天饿9頓呐！那幾隻絲光天天靠偷面包蟲、偷柿子，混得風生水起。這隻八哥還差一點，不過也還好，他的野生兄弟還在這裡等着他呢。因為怕人又怕南雀，所以說不敢過來吃。這家伙吃的可真香啊！我去看一下柿子樹上面什麼情況了。那2隻惡霸飛走了，又來了好大一群鳥，都在这裡搶柿子嘞。我每天都會在這裡看一下這幫小鳥吃柿子，覺得挺有意思的。不過柿子數量越來越少，可能馬上就看不到了。就看了一會兒小鳥吃柿子，回頭一看，八哥已經跑了。看這個柿子被他吃了，他好像已經跑到田裡面去了。剛看到和幾隻野八哥待在一起，另外一隻八哥肯定是出意外了。希望這一隻好好的，正在田裡面呢，不管它了。你們這4個家伙是準備啃老是吧？剛我說給土花梅搞點面包蟲，結果這4個家伙一下就飛過來了，直接把那一隻小土花梅給嚇飛了。我剛剛把1盒面包蟲都倒給他們了，還好，吃飽之後集體上樹吃柿子去了。還有幾隻野八哥，這上面我已經分不清了，他們現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。趁着這個功夫，趕緊找一下那一隻小土花梅。看黃豆地裡面好多土花梅呀，我猜我的那一隻應該不在裡面。哎，絲光和八哥也飛到黃豆地裡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擾我找土花梅。這幾個搅屎棍，我真的是越來越頭痛了。我已經發現它了，在這棵桂花樹裡面找一下吧。在這裡發現它了，這家伙別人撿到給我送過來，到現在養了差不多2個月了，還不會自己找東西的。所以說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來了，鍛鍊它一下。餓了就趕緊過來呀，食物都給你準備好了。我猜它又餓了一早上。因為這個季節本來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學習的速度特別慢，現在每次還等着我餵它呢。不過問題不大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它慢慢的總會自己捕獵。只不過在這期間一定要小心流浪貓之類的，1號天敵呀。我把它從樹上給拐下來的，還等着我給它餵吃的呢，到現在還沒開始換羽毛，所以說在這個期間一定要給它增加營養，免得到時候營養不夠直接暴斃的。一段時間沒有給它挠癢癢了，我這手法還是這麼熟練，它還是这麼喜歡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幾隻搅屎棍飛走了，趕緊給它搞點面包蟲，補充一下營養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歡給它挠癢癢的，特別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給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总是讓我餵你。一口氣吃了7條面包蟲，還沒吃飽嘞。吃完了等一會兒給你拿吧，已經沒有了。這個鑷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給它餵食物，也可以給它按摩。不過還是沒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會兒再給它拿一點面包蟲，根本沒吃飽啊。這家伙是今年尾窩的，預計最近直接給它放生有點不現實，等它一邊換羽毛一邊野化。我去找一下那幾隻攪屎棍，就剩它一個還在這裡吃柿子。我估計其他的幾隻和野八哥一起飛到別的地方去了，也挺好的。最近飛得越來越遠了。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。我過來找一下鳥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。發現這個貨正在這裡偷吃的，看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。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，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？水果又沒興趣。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，不過越來越少了，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。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經成熟了。都這個季節了，蜜蜂還來湊熱鬧嘞。我們要小心一點啊，被蟄一口不得了啊。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，全部都留給小鳥了。今天來選一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藥吃不吃柿子。這一個應該成熟了。就你了，
還破了個洞。這幾只絲光椋鳥天天不是偷小雞饲料就是偷面包虫，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，所以說它們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門口附近，反正總是有吃的。這裡還有一只公的，母的去哪裡了？看這吃的多開心吶！所以說根本餓不到它們呢。母的也被我發現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們对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，公的顏色特別漂亮。走啦走啦，我們站在這裡，其他的野生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擾他們。哎，你這家伙，你怎麼不去吃柿子啊？在這扯我的多肉。這是餓炸毛了還是剛洗完澡啊？應該是剛洗完澡，也餓不到它。這2只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。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，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，好久沒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話他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难搞哦。特別是這2只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準備啃老嗎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們2個趕緊跑吧啊！這2只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，然後我孵化出來的，已經換好羽毛了。這一只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，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，把八哥都趕跑了。看，換好羽毛後的絲光椋鳥，太好看了，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，應該是和二驢學的。我聽到過幾次，不知道哪一只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，記住這個味道啊，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，食物太多了，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？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真的太好看了，希望明年它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，預計不出意外的話不會跑。回家休息一會兒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飯吃，嘰嘰喳喳的，太多了。兄弟們，再過幾天就要放國慶節了，你們有什麼安排嗎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幹啥？這不，國慶放假哪裡人都多，所以說嘞，我準備去山上砍一根竹子做一根魚竿，沒事兒在河裡面釣釣魚，多省心吶！路過河邊的時候，先過來看一下資源怎麼樣。好久沒來這裡釣魚了，就你們釣魚佬的專業程度上來看，這裡的魚情怎麼樣？有沒有搞頭啊？對的，順便讓貝貝在這裡面洗個澡，又節約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剛到河邊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條擱淺的小白條，這還挺大的吧？看這個塊頭，和貝貝差不多長了。還好遇到我了，你運氣真好。放生，早點回家。從這個情況上來看，這裡的魚真的很多啊。看來在這裡釣魚是沒有錯，可惜今天魚竿都沒有。這個家伙膽子有點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算了，我們還是去找魚竿。在山邊撿了一根，剛加工了一下，其實還可以，就是太重了，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動物啊，剛剛2只小松鼠在這裡吃板栗，可惜它們的速度太快了，沒拍到，尾巴特別大。這些板栗都沒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說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動物給吃了。這玩意兒居然沒被野生動物給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還沒成熟吧。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來看一下什麼情況。感覺一般般吶，這一根挺長的，但是有點重，不合適不合適。這一根稍微好一點，哎，但是不喜歡呢。再找一下，這一根還可以，就是有點短，差不多1.8米這個樣子，將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對釣魚沒啥講究，愛上不上。看，在旁邊的地上還看到一個鳥窩，這真的是走哪兒都能碰到啊。這是白頭杯的鳥窩，應該是別人在這砍竹子的時候給它弄掉的，是個空的。走吧走吧，我的目標魚竿已經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這幾天有時間就過來釣魚。回來了，這狗子真聰明，
他知道我帶着貝貝，他今天乾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來之後看到貝貝在我頭上，他立馬離我遠遠的，他也害怕把貝貝給嚇着了。好，國慶節放假，到時候釣魚我就帶你去。從蛋孵化出來的小八哥真的特別親人，我都1、2個月沒管他們了，我去哪裡他們還是喜歡跟着。這不，我出來逛了一圈，他們2個又跟過來了。不過最近在換羽毛，飞行能力不強。過來。其實我是不想讓他們上手的，這2個家伙有一個特點，特別喜歡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誰學的。好肥呀，這一隻基本上都放着在，天天都在偷飼料和面包蟲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這是另外一隻，換毛比較慢一點，最近把它關到籠子裡面，關了差不多有1個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没法說。飞行能力它也比較弱一点，所以說也算是对它的一種保護。等羽毛換好之後，就不用管它了。這2个家伙自己偷偷學會了說話，會說過來，別的沒聽到，沒教過。飛一下。以前他們倆形影不離，自從把另外一隻關了1個月，現在他們都各玩各的，見面就打架。看，剛剛逛到這裡，別人正在澆花嘞，他們2個估計渴了，也不客氣啊，直接飛過去就開始喝水。有一隻還試圖進桶裡面洗澡。羽毛換好之後，到明年春季要進行野化訓練了。走了，去別的地方。等到時候他們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時間就好了。然後你們看一下啊，我到田裡面來了，我圍着這個玉米杆轉圈圈，他們2個一直跟着轉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們給丟了。今天這麼親人，我覺得有點反常。等一會兒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麵包蟲吃完了。這圍着這裡轉，再轉2圈，我覺得我可能都要轉暈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剛還給他們抓了幾個螞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麼情況。今天這麼親人，回來之後一看，的確是放的麵包蟲都被他們吃完了。然後昨天買回來的麵包蟲還沒拆開嘞，他們吃不到，難怪這麼親人。但是也難不到他們哦，就一會兒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們啄破了，開始在吃了。好吧，從現在開始有吃的，又不會理我了。總之吧，這些家伙就是誰能給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誰好，其實一點感情都不講。要說有感情，也就貝貝對我是真愛。他的羽毛也換好了，一出來把2隻小八哥都嚇跑了，每次出來都要暴揍他們一頓，所以說現在已經怕他了。前段時間大家都說他醜嘞，現在不醜了吧？而且這個羽毛還沒有徹底換好，鳳冠還會再高一點。再等幾天就差不多了。就它是真愛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問我要吃的，特別棒。趕緊把水倒掉了，看一下，還好還沒死。我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，有一天這個家伙會鑽到這個瓶子裡面去。被我發現之後，趕緊把水給全部倒掉了。剛才我試圖把它給倒出來，出不來呀，然後又拽它的腿，它拼命的掙扎。我怕把他腿給扯斷了，所以說我準備把瓶子給鋸開。這下好了吧？浪費我一個儲存水的瓶子。不過這個家伙還活着，也是萬幸，求生欲特別強，爪子的抓力還行，應該是沒啥事兒。這要換成其他的鳥，可能早就淹死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它鑽到瓶子裡面是去幹啥去了。還好我要拿桶給鴿子換水，結果就發現這個家伙在裡面。一開始我還想着肯定救不活了，趕緊把水給倒了，沒想到它還是活的。找個籠子先把它關起來，然後讓它羽毛晾乾。現在溫度特別高，不需要用吹風機給它吹。就這裡吧，可能半個小時羽毛就乾了。等一會兒我們再過來看一下，看起來問題不大。我之前不是給大家說我們這邊長期停水嗎？所以我買了很多桶裝水。這個桶用完之後，等有水的時候會儲存很多水，餵鳥啊、餵雞啊、餵鴨子都可以。結果就出了這事兒。要說別的鳥往裡面鑽，我還想得通，這玩意兒鑽進去幹嘛呀？而且我發現桶裡面還有一塊肉，
我懷疑是不是它想把肉藏到桶裡面去，然後掉下去了。現在外面的溫度很高，在外面吹了半個小時的風，羽毛基本上已經乾了，不過狀態還是有一點點差。來試一下你現在的這種狀態，敢不敢動鴿子？其實平時它也不敢啊，血脈還沒有覺醒，不然的話早都把它放到山上去了。這一只鴿子就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之後不停地轉圈圈。來呀，攻擊伯勞啊！它不敢，有血脈壓制。給它整了一個面包蟲，它直接飛到樹上去了，看起來是沒啥事兒啊。狀態沒有正常的時候好，不過相信過幾個小時就會恢復，已經沒啥事兒了，救回來了。早上又整了40斤鴿糧回来的，現在鴿子越來越多，真的是特能造，每個月打底都是40斤。關鍵是送別人的幾隻鴿子全部都飛回來了，感覺以後送鴿子不能送得太近了，沒啥用，一下就飛回来了。有一只送出去的鴿子飛回來之後，被我家另外一只鴿子給欺負慘了，好幾次都掉到池塘裡面，被我救起来了，又掉下去了。這一只太瘦了，所以老是被欺負。等一會兒把它關起來養一段時間，好難搞啊！送得近的它們飛回來，遠一點又運輸不了。最近的私信60%都是問我要鴿子的，好多地址都發過來了。這東西運輸不了，活物不能快遞，不然的話可能有100萬只都是不夠送哦。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這2只天天咬我的公鴿子，這一只嘴巴比較短，咬人特別舒服，我每天都要讓它咬2口。這一只也特別喜歡咬我，它嘴巴比較長，咬人相對來说痛一點，不過也還好吧。對的，這一只母鴿子我也挺喜歡的，不過它不會主動攻擊我，都是我惹它之後它才會咬我，也特別有意思。這個家伙，你說你們幾個怎麼都喜歡攻擊我嘞？你們就不能互相咬一下嗎？來，放到一起，轉移矛盾，互相攻擊，不好使啊。他們看清楚是同類之後就不打了，然後還是喜歡打我。鴿子從上面咬我的手，腳下有鴨子咬我的腿。這幾天我发現這幾隻鴨子又開始喜歡咬人了，別說鴨子咬人是真痛啊。所以說呢，作為比較喜歡拱火的我，必須要給他們制造一點矛盾，讓他們互相攻擊，總要心裡找一點平衡試試。哎，幹得好，幹得好，鴿子你是好樣了，真沒用。這麼大的塊頭居然打不過一隻鴿子，落荒而逃啊！其實我主要是想看這玩意兒被揍，這家伙太彪悍了。家裡目前養的動物好像還沒有能打得過他的。這家伙偶爾能偷襲他一下，但是多數都是輸的。來，獎勵你咬我一口。好，差不多了。這家伙好像又下蛋了，現在已經發展到半個月繁殖一窩了。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我逗鴿子的時候，總感覺有水落在我頭上。抬頭一看，一只土話梅在這裡洗澡嘞。這上面有水嗎？還真有，這是以前餵魔術鴿的。這個水是真髒啊，這樣都能洗澡。本來還想給它撓個癢癢的，這家伙警惕性好高啊，一下就跑了。一般的鳥在洗完澡之後，羽毛打濕了，飛行能力會下降，所以它們的警惕性会變得特別高，這是它們的天性。現在羽毛乾了就下來了，看它的樣子好像不想讓我給它撓癢癢嘞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再見。买2盒盒。我就過來給爺送點藥。這狗子聽到了，叫得撕心裂肺呀。走，過去看看。哎，才幾天不見，這個家伙住這裡來了嗎？這裡之前還拴了一個狗子啊，那狗子去哪裡了？你這是取代了它的位置啊，但是那狗子在哪裡嘞？這裡是雞，也沒有啊。等一會兒問一下，既然來了，就把這狗子放出來玩一下。上次有個兄弟說這狗子一直盯着我看，肯定我有一只手拿的火腿肠。你們看一下，我的手是空的，什麼都沒拿，但是他一直盯着我。哎，去那個位置是什麼意思啊？
這個操作我完全看不懂。我手上真的什麼食物都沒有，它就是喜歡盯着我。哦，那個地方有貓嘞！我發現這裡的貓是真多啊，每次過來都能發現好幾隻。而且這個房頂上還藏了一隻，和鳥哥的那一隻還有幾分相似，但是明顯不是同一隻。上次我帶了一點狗糧放在這裡，還在這兒嘞，給這狗子弄一點讓它吃一下。它吃飯的家伙也不知道去哪兒了，就放這個位置讓它吃。很明顯它又長大了不少，但是感覺它好瘦啊，腿這麼細，也不知道這種狗子長大之後到底是什麼樣子。在這個位置也丟幾顆狗糧，這上面藏了幾隻貓，它們膽子還是挺大的。狗糧剛丟，它們就過來了。這家伙狗糧都沒吃完呢，一直跟着我。最近家裡都沒有火腿腸了，下一次買了之後再給你帶一點。我剛才帶這只小狗子出去轉了一圈，不知不覺又拐了一只大狗回来了。爺爺膽子還是挺大的，還敢摸它。這種不熟悉的狗子，特別是大狗，我不敢摸，我真怕它突然給我來一口。剛剛它對我還挺熱情的，然後它轉了一圈，自己又跑掉了。然後我還說我開車去別的地方轉轉，這狗子真是離譜啊，直接往我車上跳，推都推不下去。上一次它只是試探往我車上爬，這一次直接不客氣。我覺得這個狗子就差把要跟着我混这幾個字寫在臉上了，越來越過分。然後我開車走到半路，我發現它居然悄悄地在後面跟着我。沒辦法，必須要把它帶回去拴起來。把它給送回來了，給爺爺說了，讓他等一會兒一定要把它給拴起來。主要這大馬路上車太多了，很危險。溜啦溜啦，不然這家伙等一會兒又要追我。